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话题呢，有一点点别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的生活中这些年，我突然意识到不会再购买的一些小产品，并不是说你们也需要像我一样，这个东西不买，那个东西不买哈。我现在只是想起来了，我这此时此刻想起来这些东西，赶紧录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可能不买的东西还很多，这些只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就是提醒一下姐妹们，敲敲大家的警钟，有的时候需要冷静的考虑。如果你就确定这些东西，我看到我就知道我的生命中不需要，那你就不会过多的去纠结，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积攒起来，好好的就是嗨到你自己想嗨的地方。这不爽吗？那么首先不买的就是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哈，当然你需要有一个洗面奶，但是我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太过于纠结于洗面奶的任何功效，什么去黑头啊、美白呀、紧致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考虑。你只需要用一个皮肤舒服、不刺激然后安全的一个洁面产品。实在不行的话，肥皂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最好的一个洁面的东西。那肥皂现在也是琳琅满目哈，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很多，科技也很多，那就更不用说了哈。那么我认为哈，如果你选肥皂的话，还是选大品牌，看后面的这个标志，尤其洗脸上，看后面的成分里面，尽可能的成分少哈。肥皂都是油做的哈，成分越少的肥皂越好。那么对于洁面的话，我之前有推荐过很多既安全又平价又大碗，全家都可以安全使用的洁面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完这支视频移步到我的主页去翻翻其他的视频。那第二个呢，就是面膜。已经很久没有买过贴纸型的面膜。我这里说的面膜主要是指这种贴在脸上的这种面膜。面膜有没有功效哈？我不买不代表它没有作用，它在特殊的时间对特殊的人群是有很好的功效性的。但是呢，这个功效就是这种特殊型的功效也是可以用其他的产品来取代的。所以我就是不去消费这个东西。比起贴纸型的面膜，我更喜欢用，就在我视频里面分享很多，就是涂抹型面膜。首先它真的很方便，你就是跟擦个面霜一样的，完了之后你过个5分钟10分钟把它洗掉就行了，它也不会说是干到你的脸上哈，也不会滴滴答答的滴水。我根本不需要去用这个贴纸面膜。除了尝试和分享就是测评之外哈，我自己一般来讲的话几乎不会去买这些东西。第三个护肤产品就是美白精华。那么关于美白这个话题，如果你想让皮肤由黑到白，可不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那你要观察一下，这个话题我也讲过，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这些谱系哈，就你的这个血统里面的人，他是不是只有你最黑？如果只有你最黑，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哈。但是如果你跟他们差别不是那么大，就是你总是没有家族其他的人白，那么通过我们的内调是可以让我们美白的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对于美白精华来讲的话，它不外乎就是菠萝角质所有美白精华都是这样子。如果它不菠萝角质，它没有办法体现出来白。它不菠萝角质，它什么阻碍黑色素的生成这些成分，这都不会一下都明显。你看到了那个一下都明显，就用个2天都明显那个效果，一般都是角质剥落之后那个瞬间的效果，除非里面有更深层的科技与狠活哈。除此之外，这些东西它没有必要去专门为了这些成分去买一个精华，它能给你达到的美白效果，并不会像你所想象里面广告里面宣传的那种东西。就是你想想什么时候那个黑人他能变成，咱们不说变成白人嘛，但变成黄种人的时候，这个东西他一定会获诺贝尔奖的，对吧？它真的是跨越人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相信美白。美白这个话题，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不仅仅包含了我们所使用外部的这些东西，它跟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你人健康的时候，你会能通过好的作息好的饮食，包括有效的护肤品，来达到一个你最白净最佳的一个皮肤状态，这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单独的去
不断的去买这个美白产品来追求美白，那我是不会这么去做的。第4个呢，就是洗手液啊，经过这几年的特殊时期哈，我们的手是越洗越干了。洗手液呢，这些年我也不再购买了，原因是我攒了很多的肥皂。我突然发现我用肥皂洗手，就觉得这个肥皂又安全，小朋友又能使用，又没有防腐剂。即使用洗手液洗完，你也要擦一个润肤霜或者是护手霜，对吧？每一个洗手间里面都会放一个小小的肥皂盘，放一个肥皂。第5个呢，除了肥皂就是护手霜，因为我的手皮肤问题，我的包包里面、车上哪里都会有护手霜，和我新的护手霜其实并不多。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擦身体的这些东西，对于擦手也都可以解决手的饥渴问题，所以我就不再去回购护手霜了。日本小店买那种分装瓶啊，然后把我的身体就是能够缓解我身体饥渴的。身体皮肤饥渴的这个身体乳 lotion body lotion 用来擦手。第6个呢，就是搓灰布。就搓灰布，大家知道吧？反正在北方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啊。我是河南人，河南郑州的。那搓灰布和磨砂膏，也就是所有身体去角质的产品，我都不再使用。是不是在河南的姐妹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的皮肤这么干燥，这么粗糙，你怎么不会用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被妈妈这么搓过来的。小时候最恐怖的镜头就是洗澡被搓灰，对不对？但是长大会觉得，还蛮爽的。尤其是女孩在漂亮之后，搓完之后这个皮肤会发光哈。但是自从我去深度的了解我这个皮肤状态之后呢，我就不再去使用任何的身体磨砂。那除非比如说有什么新的产品，什么磨砂膏啊，什么的身体磨砂膏哈，什么特别火的哈，或者怎么样哈，我也会去尝试。但是对我来讲，这些东西都不是必需品。就是说，什么火爆的时候，你试试这个东西，做一个 review 哈，做一个这个评价哈，做一个测评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它不是我生活中的必需品。包括搓灰布哈，我不再使用这些东西，我已经很多年都不再使用这些东西。那我用的方法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分享，专门针对我们这些特殊的人群，就皮肤极度干燥，然后皮肤身体的代谢快，皮肤角质剥落慢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还包括什么？这个角质剥落慢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它的角质会剥落越来越慢哈。正常的人也会慢慢的会造成这种皮肤死皮累积的这种状态。那针对这帮人群呢，我还是推荐大家选择正确的护肤，适合自己的身体乳，它可以帮我们省去物理磨砂。因为物理磨砂为什么不好？这个话题一展开又是一集视频，我拿小本记得啊，在我之后的视频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第7个呢，也就是刚才说了这个眉笔问题哈。我也发现这个眉笔问题真的是，自从我会化妆上大学开始哈，那我们都是画眉用眉笔，所以用眉笔的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个眉笔一个口红是我使用量非常大，就是几乎每天都要用的东西。那这个眉笔呢，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我有在那个淘宝上有买过那几块钱一根的眉笔，那差不多就是用1个星期2个星期就直接就丢掉了，就是它会很快的消耗，虽然很便宜，很快的消耗。那更不用说70多块钱人民币的眉笔，那就那么0.0几克哈。那我今天用的就是植村秀的眉笔，还有我上次用的那个砍刀眉笔，就是国内买那个也挺好用的，放在这里，那个显色度会比植村秀高很多。可能新手来讲的话不太好把控哈。这个植村秀它虽然说稍微贵一点，但是真的老耐用了。比起来那种尖细的眉笔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得削它，这是个活儿，反正是，但是确实非常的省钱，而且非常的省心。就比如说你去外地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有一次去外地就拿那种拧的哈，好像是 NYX 的那种拧的那种眉笔，完了之后一画跟人边讲话一画断了，再拧一点，是摔地上摔2下就完全没有了，就没办法用了哈。但是那个眉笔它真的很坚挺，你带到哪里，我觉得用个几年2、3年应该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之后就不会再去消费那一类的眉笔了。第8个不用的东西呢，就是一次性的洁面巾。那之前我们都不用，对吧？
我认为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后来突然之间大家都用一次性说老干净了哈，其实那玩意儿一点都不干净。当然了，这个也分品牌，可能现在国内这些大品牌做起来，它还是比较注重工艺啊，比较注重消毒啊。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干净不干净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它确实会增加很多的垃圾，它在我们家就增加很多的垃圾，更不要说每个人都在使用。现在就用我的小方巾，而且我小方巾是白颜色的，就是说有什么突发的情况，就是特别黑哈，就是咱也能分辨出来哈，就是稍微脏一点就赶紧把它给洗了就行了。洗的时候你消毒啊，泡一泡，洗一洗，洗干净了还能再去使用，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所以说一定要买白色的，你要买深色的那个东西，我告诉你，你用了3年你都不会发现它脏。白色的就是来提醒你，哎，稍微有一点点脏了哈，赶紧去洗啊！所以又干净，然后又环保，然后又省钱。上面是我今天能想到的一些关于护肤洁面类的东西哈，当然了还有很多。第9个我一定不会买的就是爆款。大家可能在视频里面也知道，我这个人呢，我是不会随波逐流的人，我就有点杠，你知道吗？我就是杠精，就是那种人家说那种什么刺儿头，不是属于明摆的给别人就是找刺儿。我认为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个 my business is my business， 其他人的都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是这个人他做什么，他只要不道德品质败坏哈，他选择什么，他做什么，他怎么样，我都能跟他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的 business 是我的 business， 你也不要管我的 business， 知道这一点，所以我绝对不会干涉别人的 business 哈。我自己是真的很不喜欢把我放在一群就这种爆的人的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就像有点像是什么？我在街上看大家都在穿的东西，就是突然之间什么东西都火爆了，即使我有，我都不敢穿出门，我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我很害怕把自己放在大家都在追求爆款的这群人里面。爆款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过时，同时呢，它好像永远带有一个标签，这个东西我认为能不买就不买。第10样就是礼服，我们女生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场合，2、3款经典的就行了，不要的因为这个图片好看啊，这个礼服好看。我以前会这样子，因为我是搞音乐的嘛，以前有很多演出服啊什么的，我会想着方法，就是没事就去琢磨这个东西。日常这些生活模式就很少有可以穿到礼服的这样的场合，那么还不如买一些就比较经典的正装，这种场合也可以应酬。那第11个就是连衣裙。那我自己不买连衣裙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自己去做衣服，大家看过我视频都知道哈，就是我特别喜欢去琢磨，去认为自己穿啥好看。我几乎这些年没有买过任何的连衣裙，虽然说我买布哈，它真的也不便宜，但是我很享受其中从无到有的这个创造过程，所以它是一个让我有双倍快乐的选项。如果大家感兴趣关于这种装制作呀，在家里面哈零基础怎么样开始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啊，我给大家专门分享一期。总之希望大家在秋冬季节也能用得着。那第12个不买的就是泳衣。那我之前就很喜欢买泳衣，到夏天嘛，就喜欢在这个海边啊、水边啊待着哈。那你总是到夏天呢，那总是想换点这种新模式啊。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根本 nobody cares， 连你老公都不会 care 你这个泳衣有多美多漂亮哈。并且我发现我最喜欢穿的那几套 bikini 或者泳衣，都是我10几年前买的，就是又舒服又好穿又实用。后来买的这几件全部都不太穿了。建议大家如果买泳衣的话，尽可能买这种比较经典的。第13呢是各种有明显运动特质的衣服，也就是说这个衣服只有你在做此类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的，比如说网球裙啊，就那种短裙，然后比如说健身的这种健身的小背心儿啊，这些东西出门啊都穿不了，或者是当然了，现在穿衣自由嘛，哈哈，你也可以穿。但是对于我们正常生活，就不是属于我们博主天天在外面属于很漂亮的，需要把自己打扮的很漂亮、很精致的人群来讲哈，就是
没有太多必要穿。就比如说网球裙儿，即使打网球我也不会穿，就是到这种状态。我现在家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里面带短裤的那种小短裙儿，就那种小紧身的那种以前 Lululemon 那种短裙，我从来没有穿过，我只买在家里面，从来没有穿过。比如说你去打个球啊什么的，你还得跟别人在一起嘛。所以这一类衣服，包括健身的衣服，那我后来发现哈，就健身房我也不去了哈。其实健身房就在这个，咱把健身房也放在里面。我以前经常会去买健身房哈，经常会去买健身房的卡。现在健身房也不去了，想健身了，在家里面就可以。就是你只要想这个事情在哪里都可以做，而且这个事情你穿啥衣服，我现在有时候在家里面就穿着睡衣在跳绳，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就是来去实现哈。当然你去健身房那个时候那个思想就是说，那你去健身房啊，你去一个场合里面你也要表现出来在这个场合里面是个美女的样子哈，就是个有要求的女生的样子。但是现在在家里面可能对这些要求也不多了，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去健身房是去找老公啊，还是真的去健身啊？如果你真的想去健身房，就是认识个男生啊，没一点点的这种贬义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当然了，如果你要考虑这个，还是需要把自己打扮一番的哈。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说没有必要去买专门去做哪项运动的这样的衣服。那么第14点呢，就是买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的衣服，你当年对他就没有一见钟情，那他又不会跟你聊个天儿，那你日后就不会对他多么专情，就不出意外的话，就会在你的这个衣橱里面落灰，永远的这么挂下去。比如说商场里面搞活动啊什么的，哎，就觉得哎还行。还可以，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便宜啊！千万不要用这种思想。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一个陷阱，一个消费陷阱。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再便宜也不要买。第15项我在买的就是高跟鞋。那么现在也有一些穿高跟鞋的场合，我告诉大家，我还在穿10几年前的高跟鞋。我自从生完孩子，我好像就没有买过高跟鞋了，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我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买高跟鞋哈，就买比较经典的这种场合，只要能应付就行了，对不对？这种东西只要能搭配衣服就行了。想这篇视频的时候，我还在回忆，我以前竟然能穿着大高跟逛1天的街都不累。这不累，你知道吗？真是不累。那我现在人真的是退化了，你让我穿一会儿，我脚都受不了了。那么第16个就是所有带大 logo 的东西我都不会买。那我不会买，不是说我这些年才开窍，我是自始至终不喜欢这个服装概念，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名字顶在我的胸前，就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那更不要说它有多漂亮、多好看、多高贵、多高雅，这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我不可能，没有可能没有这个名字我还会买，但是如果它有一个大 logo， 就是在我的胸上，我就不会买，我就绝对不会买，不会穿。17点呢，就是任何促销的产品啊，促销哪个女生不喜欢？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捡漏的同时，一定要用智慧，就是你一定要选择自己特别喜欢的。除非你这个衣服我已经看了好久了啊，我就等待它打折，那你赶紧去下手，但是不要因为促销去买很多不在计划内的这种产品。因为温哥华有很多什么这种开仓啊，这种打折开仓啊，这个什么这个的开仓啊，什么 Lululemon 啊，什么 Aritzia 这种开仓，这种东西一定你可以去排队，对吧？当然可以去看，但是就是跟不要钱一样，他还是要你的钱呢。像这一类我一般是不会买的，我也不会去。那我不会去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跟大家分享我不买这些东西有什么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这个人特别讨厌排队啊。任何排队的地方我都不会去，再好吃的餐馆，一看门口排大队，扭头就走。我的嘴也没有那么馋哈。然后任何排队去买的衣服更不理解，我是光定了吗？一定要买个衣服，除非刚才我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我的东西，我特别想要，我可能去这个地方，但是还让我排队，那就算了。对我这个是我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一般来讲，像这种促销大会，就是很多人要票啊、买票啊，或者是去抢啊什么，我都不会参加。这些里面的东西，我觉得不值得让我去花费时间坐车过去，还要买票，还要在那儿排队，然后还要跟别的女生去抢，这事儿不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的。第
18件呢就是保健品，你没听错。那么我曾经是一个保健品大户，多大户啊？我告诉你啊。